大家好，今天我要跟大家聊聊一个我自己超级震惊的事，台湾人吃饭的魔法。我作为一个来自上海的女孩，平时也在日本留学和工作，台湾一直是我最喜欢的旅游地之一。每次去台湾，不只是为了玩乐、享受美食，更重要的是能从他们的生活方式里学到不少东西。就拿吃饭这件事来说，台湾人的用餐素养真的是让我惊掉了下巴。你以为吃饭就只是吃饭？不，在台湾，这简直是一种艺术，一种对生活的尊重，一种文化的体现。而相对来说，你知道的，在我们大陆，饭桌上经常会有一些别样的景象，尤其是吃自助餐的时候，真的是让人无脸。我这次就亲眼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行为，今天就来给大家深度揭秘一下，让你们知道台湾人在吃饭时那些不为人知的优点，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借鉴和反思。我问过大陆的朋友一个问题，你们有没有过吃完饭后主动去整理桌面、收拾餐具的习惯？得到的回答是，大部分人都没有。反正我自己以前在大陆时也是吃完饭拍拍肚子就走人，餐厅要清理的工作当然是服务员的事，但等我去了台湾，亲身体验了一次之后，我真的是大吃一惊。你知道吗？在台湾用餐，最让我震撼的就是他们吃完饭后自觉整理桌面的行为。在台湾，不仅是高端餐厅，就连街头小店，台湾人用餐后都习惯性的把桌面整理干净，收拾好餐具，甚至会把垃圾进行分类。这种行为给我一种什么感觉？我觉得这是他们对他人的尊重，是一种教育素养的体现，是他们文化的底蕴。这种行为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震撼，因为在大陆好像这种行为比较少见。我不禁感叹，哇，台湾人的素养真的是太高了。还有就是在等餐的时候，台湾人居然能那么耐心从容，完全没有那种我饿得快要晕倒了的焦虑感。相反，在大陆等餐的时候总是能听到各种催促声，仿佛每个人都在和时间赛跑。而在吃饭的时候，我也感到很大的不同。在台湾的餐厅里，服务员刚把菜端上来，大家就会先互相问候，确认每个人的口味和喜好。比如有人会问，你喜欢吃这个吗？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吃。这种关心和体贴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温暖的氛围，仿佛每个人都在为他人的用餐体验而努力。在用餐过程中，台湾人总是会注意自己的用餐礼仪，比如他们在用餐时会尽量避免发出声音，吃东西时也会轻声细语，自己在享受美食的时候也尽量避免去打扰邻近的客人。那么是什么让台湾人的用餐行为如此优雅呢？是教育，是文化，还是他们的生活方式？我想这其中一定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。接下来我要说说在台湾吃自助餐的经历。说到自助餐，我不得不先提一下去年我的一位朋友在 MSC 荣耀号豪华邮轮上的经历。那次自助餐真的是让我见识到了大陆大爷大妈们的风采。在那艘豪华邮轮上，自助餐厅的食物琳琅满目，各种美味应有尽有。然而正是这样的环境却暴露了部分大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。当我的朋友走进自助餐厅时，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不已。大爷大妈们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，纷纷涌向餐台，仿佛每个人都在争夺最后的晚餐。你能想象吗？有位大妈甚至用手抓起一大把虾，完全不顾旁边排队的其他人，仿佛她的手就是她的盘子。她的动作之快，简直让人怀疑她是不是在参加抢食大赛。更有甚者，有些大爷在取食物时完全无视秩序，直接插队，甚至用手指着食物，嘴里还不停地嘟囔，这个我一定要多拿点。而旁边的服务员则无奈地摇头，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场面。在取餐的过程中，我朋友还看到一位大妈把一整盘的食物堆得高高的，
结果他只吃了几口，剩下的食物就被他随意丢弃。这样的行为让我朋友感到无比心痛，明明是那么美味的食物，却被浪费得如此严重。而在用餐的过程中，整个餐厅的氛围也显得格外嘈杂。大爷大妈们在用餐时，时不时发出大声的笑声和谈话声，仿佛整个餐厅都是他们的私人空间。这样的行为不仅影响了其他人的用餐体验，也让人感到不舒服。最后重头戏来了，我的那位朋友告诉我，当时他惊得差点下巴都掉下来了。当大爷大妈们欣赏够了海上的美景，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时候，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一块，然后开始了广场舞的那一套，竟然在邮轮内放声高歌起来。有些大爷大妈为了更加尽兴，他们甚至还把音响给搬了出来。于是乎，这群大爷大妈们就随着音响里面的音乐一起摇摆，玩得可嗨了。这些行为恰恰揭示了大陆部分游客在自助餐中的精神贫穷。他们不是因为需要食物而去争抢，而是因为一种低级的满足感，享受在食物堆积如山的过程中获得一种控制欲。正如有网友评论的那样，他们的行为背后其实并不是单纯的食量大，而是对食物的无视，对他人的不尊重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在台湾的自助餐厅，老人们则是表现得非常文明礼貌，他们会仔细挑选自己喜欢的食物，绝对不会浪费一口。甚至有些老人看到别人拿多了，都会小心提醒，你不要拿太多，没吃完也浪费。你说这不就是素养的体现吗？这就是台湾人文化中那种潜移默化的教育结果。这让我的心里暖暖的，甚至让我自我反省，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吃不下的食物，总是拿了又放？台湾人怎么这么从容理性呢？在台湾的自助餐厅，大家都遵循着吃多少拿多少的原则，绝不会因为眼前的美食而失去理智。每个人都在安静地享受着美食，偶尔低声交流，整个用餐环境显得格外和谐。我还记得在一家台湾的自助餐厅，看到一位阿公在取餐时，先是礼貌地询问旁边的年轻人，请问你要这个吗？我可以帮你加。这种关心和礼貌让我感到无比温暖，仿佛在提醒我，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关心是多么重要。说到大陆的用餐习惯，我真的是有太多想吐槽的地方了。比如说，在一些餐厅里，大家总是喜欢大声喧哗，仿佛整个餐厅都是他们的私人空间。这样的行为不仅影响了他人的用餐体验，也让人感到不舒服。在某次聚餐中，我就亲眼目睹了一位大妈在餐桌上大声讲电话，完全不顾周围人的感受。她的声音大得仿佛整个餐厅都在听她的独白，而其他人则只能无奈地互相对视，心里默默祈祷她快点结束通话。还有一次，我在一家火锅店用餐，旁边的一桌人竟然把火锅的汤底煮得沸腾，结果汤水溅到了我身上。那一瞬间，我真的是想大喊，你们能不能注意点啊？但他们却毫无察觉，继续在那边欢声笑语，完全不在意周围人的感受。说到这里，大家肯定会想，为什么我们大陆人就餐时常常表现得那么无序呢？尤其是在吃自助餐的时候，真的是我们文化上的短板。这种用餐行为的差异，反映了两地文化的不同。在大陆，很多时候我们却容易陷入占小便宜的心态，导致了不文明的行为。这些行为背后似乎不只是某些个体的无知，而是整个社会教育和文化素养的体现。台湾的用餐文化有着深厚的教育积淀，而大陆在一些地方，大爷大妈们的这种抢夺食物的心态，正好反映了他们对生活中的小便宜和优先权的强烈渴望。这种行为在某些地方甚至被讽刺为精神贫穷。他们为了占便宜而不惜在公共场合丢尽颜面，完全忽视了基本的公共秩序。这种现象的背后，正是对文化素养和公共意识的缺失。在台湾，大家从小就学习如何在公共场合保持礼仪，如何尊重他人，
而这些观念随着一代代的传递，已经成为了社会的普遍共识。台湾的文明并非偶然，它是一种从小培养的习惯，而我们也许需要从中汲取一些智慧，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。通过在台湾的几次体验，我真的深刻感受到了台湾在用餐行为上的独特魅力。这里的每一顿饭都能让我看见人们的文化素养和修养。用餐后主动整理桌面，分类垃圾，不浪费食物，这些看似小小的行为背后其实是一种大大的文化自觉。最后我想说，台湾的安全和亲切的社会氛围让人感到放松和舒适，在这样的环境中用餐真的是一种享受。希望未来我们大陆的用餐文化也能向台湾学习，变得更加文明和有素养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用餐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，更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。希望大家都能在用餐时带着对他人的尊重和对生活的热爱，创造一个更加良好的用餐环境。